是老费。我老觉得自己长得不够英武，你说我这要有五履长髯，我这一瞪眼，哎，是不是有点像关羽关云长啊？像，摘上胡子啊，更像。胡子。陈空，是那个陈空。就是他，承佛寺看守大佛殿的居士陈空。啊？你确定？我第一眼看见他就觉得眼熟，现在才想起来，已经2回死了。他沾了白发白须，打扮成山人的样子而已。细菌对人的姿容体貌甚是敏感，应不会错。这大佛殿的卧佛是8年前陈空居士发起建造的，他也出资最多。这陈空居士气度不凡，可知他的身世来历？不太清楚，只知道他祖籍洛阳，中宗光复后便迁居来长安。这些年他没干什么营生，但不缺钱。几个月前，他便产生了剃度为僧的想法，但后来不知为何，转天他就改变主意了。卢参军，那康大殿的陈空居士可来过？没有，天明后始终就我一个人，再也没有听到过什么女子的哭声。这少年好胆量啊，英雄也！你俩嘀咕什么呢？陈空的人呢？好像昨晚就出去了。他在寺中可有栖身的禅房？啊，有。陈空居士在吗？陈空居士可在？雍州府查案，可直入。这拿的是什么？这陈空居士的房中怎么会有女子的书币？这好像是武阳的书币。我能和你们做朋友吗？我没有朋友。当然。武阳，你发髻上的书臂真好看。他那天戴的，确实是这把书臂。本来我已经得到了他的放心，却因为……阿弥陀佛。我平时是不留胡须的，就是怕与天后在梦中相遇时，她不认得我。我扮成山人打扮，只是想和武阳接近。我想着，等和他熟识之后，再跟他解释清楚。可是，他在回信中说，他不想与一个欺骗他的人再有任何往来。无论我怎么解释，他都不肯再回信了。所以，你挟持了武阳。我确实有这么想过，可我还没动手呢，就被人抢先了。然后你就一路跟随，在一处宅院的后花园，用迷香迷倒了看守，继而带走了武阳。你们都知道了？来，接着喝。哎，马上。
我是沈郎。自你飞升之后，我日夜都在思念你。今日，终于把你给盼回来了。疯子，你这个疯子！就没人说你长得像天后吗？当然有，这就是我多年最大的烦恼。我本以为你的出现是命中注定，没想到你也是别有用心。我永远都不想再见到你。放我走，不然我就报官。他是那么的决绝，我想，我只有把他带到专门为他修建的大佛前，才能唤醒他前世的记忆。若是他不从呢？那我也没办法呀。你就是想让他待在大佛体内一辈子，让武阳与你出资修建的大佛合二为一。佛祖保佑啊！保佑我女儿，今晚就回家。保佑我女儿，今晚就回家，现在就回家。保佑我女儿，今晚就回家，现在就回家。保佑我女儿。赤英念佛，陶伯睡觉，谁都不肯走。我只能吹灭火烛，让鸟将他们吓走。我女儿今晚就回家，现在就回家。乌鸦，乌鸦！可是我根本没有成功，一直到了寅时，才好不容易把赤英轰走，又把陶伯轰出了成佛寺。专门为你修建的大佛，怎么样？现在有没有想起我是谁啊？疯子！看来在你的体内，天后的神魂还没有升腾。没关系，我愿意等。这样，我带你去你的故乡滨州文水，在那里，我让你做我一个人的女皇，可否？做梦！你要是不答应，我只能一刀把你给杀了。本来就不可怕，可怕的是活人被束缚。那一刻，我犹豫了。他是那么的冷静，仿佛心里能够装得下山川河流。也能吞得下洪水猛兽，她简直就是天后啊！你说，我怎么舍得杀她？迷迷糊糊的，我看到有个人将武阳带走了，我想去追他，可是我没了力气，后来就昏死了过去。谁呀？我刚才听您喊什么雍州府刑狱博士，真假？这官职之前没听说过呀。起来回话。是。哎，好像没哭声了。白药师，哎，上官，你刚才可听见女子的哭声？每天夜里都有哭声啊！这房子它阴气重，有女鬼，所以这价钱便宜，我才买得起呀。你可知，美秀面之店店主赤英的女儿武阳失踪了？不会吧？
哎，我前几天送药，我还看见他来着。哎，就是失踪了。你有没有什么线索？比如去送药的时候碰到过什么奇怪的人、奇怪的事儿？哎，您别说，还真有。这说来听听。那得3块金饼。这也太贵了吧？这个。之所以要3块金饼，是因为这条线索它很重要，而且得之不易呀。是因为要活剥人皮，得之不易呀。百变郎君，啊？您叫谁呀？我叫的就是你，我见过你。你应该还有一张脸，或者不止一张。他是百变郎君？你没搞错吧？我信你，你耳朵最好。哎，我说老东西，咱们在鬼市一起混过呀。我是鬼市神医费翘费英俊，别号技师。快，把你那张死人脸露出来！还真是你呀！姓苏的，我知道你是狄公的弟子，不过今天看来也不过是个不知死活的东西。你让我死个明白！我问你，武阳是被你所杀吧？我们在鬼市找到了尸体脸，被活生生的剥掉了。那个不是武阳。我不信。成佛寺有个居士叫陈空，从我手上买过2只小鸟，他可是真有钱呐，给我的居然是金饼。我好生好奇，暗中跟随，结果我发现他让成佛寺闹鬼，为的就是这个武阳。直到有一天，他在大佛面前要杀了武阳，我这才知道，原来这个小女孩长得居然像年轻时候的天后。我想这下我可发财了。你想，这天后的脸还不得值500块金饼吗？于是，我就打晕了陈空，扛起了武阳，出了成佛寺，走后山。可是没走多久，我就遭到了偷袭，屁股上还挨了一下。那个武阳到底在哪儿？当然是被偷袭者劫走了。那鬼市上的尸体是谁？像我百变郎君行走江湖，我从未失过手啊！这下可真是把我气坏了。于是，我就找了个年龄相仿的女子，我剥其面皮，我好好的出了口我心中的恶气。我就是在这儿剥的，然后我就把尸首扔到了鬼市上。没想到吧？你就是个禽兽啊！你真是罪大恶极。可是，现在死到临头的却是你。尝尝我的刀吧，很快的，割喉放血，我保证你不会感觉到痛的。陆令风，你怎么才来啊？在哪儿呢？是老费。
却振振有词。无耻如你，不配做个唐人。你是个坏人，一个上了年纪的坏人。陆凌风，你要是憋不住，你就上来呀！我一定要学会游泳。现在在水下的不应该是师傅。你要学的还有很多，别急。2天了，即便找到铁笼，武阳也……哎，出来了，出来了！师傅，慢点，快，提上。不碍的。没人，会不会是被鱼吃了？铁笼附近并没有发现尸体，只找到了这些。这绳子应是被刀割开的。这是好事，也许武阳还活着。有人将她救走，又再次劫持，这简直太不可思议了！她只是个普通女子啊！